Hello，大家好，我是 Esther。今天客厅被我 partner 占据了，他在一边忙活自己的事儿，一边外放《甄嬛传》，所以我自己就在卧室里录了。然后我 partner 今天在卧室里做大扫除，所以卧室里现在也是一团糟。我怕我是不在乎了，但是我怕我拍出去，我又会被我 partner 屌，所以我干脆就坐在床上，举着相机，然后背景是白墙，这样就很安全。我今天晚上其实才上传昨天的视频的英文字幕，然后因为我上一个视频一直在说 ChatGPT 的坏话，导致我这个英文字幕翻译就是让 ChatGPT 一段一段，之前跟他 negotiate 到，他不是一段段给我翻译吗？结果今天这个翻译就出岔子了，这个 ChatGPT 真是疯狂的偷懒，要么是直接从比如说第6分钟直接就是横的一指，就是大家知道那个字幕格式的话，直接从第6分钟跳到第11分钟给我翻译，就出各种乱七八糟的 bug， 我觉得他是故意的，然后弄了半个小时，他妈的10分钟的视频，就这个字幕翻译弄了半个小时才弄完，他妈离谱。然后可以说一下，就是继续昨天关于就是我做那个 Baguette 那个 branding 嘛，我想继续分享说，我今天其实大概把那个步骤拆分了一下，就是大概也是写在便签纸上。这个是我之前我想分享，是因为这是我之前，比如说1920年的时候，其实也是做不到像现在这样可以把一个大的步骤拆得很细，就是我之前讲怎么对抗拖延症练出来的技能，就是把一个大的任务我知道该怎么给它拆分成小任务，然后我再一个个执行，这样 OK。 现在我就把它拆分成了，首先需要模特照，然后每个物品3个物品，每个 P5个模特照，然后要注意风格统一。物品照每个物品就是单独的那个物品的拍摄，要每个物品3张照片。接下来需要做一些书页，然后做个封面，吊牌、名片、海报、motion 跟视频，就是录了视频 footage， 反正不用白不用。然后我突然意识到一点说，如果我要拿我这个 branding 去参赛的话，我就不能用那个我在网上找的那些模特的图片，就是这样就侵权了嘛。如果我想拿它参赛的话，然后我昨天那个 workflow 又其实有一部分没讲，就是我琢磨出来一个损招，就是我先让 ChatGPT 描述这张图片是什么什么叭叭叭，然后我再新建一个对话框，我把它描述粘贴复制，我说你给我生成一张类似这样的照片，它大概能够生成一张8、9不离10的照片。我打算找到一些照片之后我就这么做，这样应该就没有侵权的问题了吧。I hope so。 接下来分享一下我今天去干嘛的呢？今天其实还挺累的。我昨天晚上尝试 Switch 2的那个预购，我正好是看了一个 YouTuber 的视频，然后他建议说，第一是你去 Target 预购， Target 最好是下手机上的 APP， 因为他说之前他预购 PS5 的时候，手机 APP 是比那个网页端好用的。第二，他建议说去 GameStop 实体排队 pre-order。然后我昨天 Target 试了一下，一直付款不成功，这就很明显是一个高龄的暗示，就是你他妈别在 Target 上买了这个意思。其实我自己也不太放心在这个，就是因为 Target 它不能 pick up， 你得去自取，不是 Target 它不能自取，你得让它 delivery。然后我之前在亚马逊上买 PS5 的时候，那 USPS 司机就直接把我 PS5 顺走了。虽然亚马逊给了退款，但还是很火大，真的很火大。然后我就说实话，我就不太
信任所有的这些 carrier， 就是你的游戏机可能半路会被 carrier 劫持。然后我在想说，虽然任天堂说备货充足，但是就是这个机子它首先日本火到是220万人尝试预购吧，就是任天堂都惊了。然后美国这边虽然延迟了它的预购，但整个 Target 网站的付款就一直不成功，说明也是挺火爆的。我就说这又是可能又会让那些快递员有可乘之机，他们很可能又会捞走我的 Switch。我就干脆我说我去 GameStop 实体预购，而且好处是不但是你自己能拿回家，而且当天就能自己拿回家。如果是 Target 的话，它要到6号到11号之间才能送到，我还得等到11号，开什么国际玩笑，我当天就要玩到。然后我就嘚儿不嘚儿的，我就打算去 GameStop 预购嘛。这其实还是挺传统的一个美国人购买游戏机的方式，就是你去 GameStop 也可以网上预购，但是 GameStop 这次没有开那个网上的预购，所以就是 GameStop 实体排队预购，然后发售日实体排队取货。有些 GameStop 还会提前一天12点，就是比如说这次是6月5号发售，它6月4号12点就开门了，就6月4号的6月4号5号凌晨那个12点，跨凌晨那个12点它就开门了，就是半夜你就可以提货，就很好玩。然后但是我问了我们 GameStop 的那边的员工，他说他们不知道这次会不会有参与 Midnight 的那个发售，他说如果参与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大概是这样。然后我今天也其实就不急不缓的，我们的 GameStop 是11点开门，然后我大概是9点半出门吧，我到那边 GameStop 是10点多的时候，我前面其实已经有24个人，我还数了一下，大概24个人排在我前面。然后我就想说应该问题不大，因为我们这边靠贴着纽约还挺近的，还好在那儿不算多哈，就是如果前面已经50-100个人排队，那我真的太疯狂了。虽然我到的也晚，还好我们这边比较繁华，而且游戏那儿不算很多。我在想说它离纽约这么近，铺货应该不会特别少，我在第25名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我就站到他们11点开门，然后我是12点20我才买完，也就是说大概排了2个小时吧。直到最后我发现，因为我最后我吃完饭之后我又返回去，我想问一下他的 Midnight Launch 就是能不能提前6月4号6月5号12点去。然后我发现我前面那哥们儿他就是已经过去，已经那时候是1-2点了吧，他还是就我前面那哥们儿又成功的预购到了一台 Switch 2， 所以说明我们这边铺货还是挺多的。Well， 还是一次挺好的体验吧，就是排队买预售。其实我之前这是我第一次购入，就是 to get a game console at launch day， 这是第一次。之前既没有这样的机会，也没有这种经济条件，之前还是个穷学生嘛，就挺有意思的体验一下吧。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正好头一天晚上我正想看它，就是我想让 GameStop 网上它其实你可以输入 email 地址 notify you， 就是当可以预购 Switch 2的时候，它会给你发个什么预告。然后我就正好注册了一个 GameStop 的账号，然后就用上了，就是你要预购你还是要有 GameStop 账号的。我们这边还算好，就我提前了不到1个小时，我在那儿等，前面也就20多个人。我看那个 YouTuber， 就是这个 YouTuber 他提前了3个小时，但他是第一个到的，虽然他提前了3个小时。然后我们也同样收到了一模一样的，就是那张 A4 纸上印了，就是说他们所有可以购买的条款，就是购买条款可以购买的游戏机游戏有哪些，还有游戏那个配套设备，你要买的话你就上面打个叉叉，就这样他们预购的话进度
会快很多，也没有快特别多吧，就我前面20个人预购用了1个小时，每个人3分钟，也还算快了吧。但我就跟他说一声，我说我就要 switch to Mario Kart Bundle， 可能1-2分钟给我搞定了。Anyway， 然后还有个有意思一点，今天好像是一直在等待的一天。就我先是早上等待换乘地铁等的比较久，到那儿之后开始排队等候，店开门了之后还在等，等完之后我就在星巴克等我 partner 过来，等完他过来之后我们上楼买饭，然后就等他的饭，等完他的饭之后他要下楼买一些，我 partner 要下楼买一些衣服，夏天穿的衣服，我就在等我 partner 买衣服。买完衣服之后他工作上又有一些事儿，然后又在外面等他，最后我 partner 又要喝奶茶，我又等奶茶，等完奶茶等地铁回家。今天在外面站了好久，然后我回来还挺累的。就是我又躺了一会儿，然后又泡了个脚，因为我是平底足嘛，所以站着的话，其实脚后跟它的受力不太对劲，脚后跟会特别的酸。就是我现在泡完脚后跟还是很酸。还有一点让我特别累的事情，我发现可能又是我的内耗。就我的内耗其实是我2024年做成功的一个功课，就是我之前内耗会特别疲惫，已经有点离谱了。就是我刚来美国之后，我发生了这个状况，就是我一天会过了半天吧，可能就疲惫到从来没有这么疲惫过，然后我就得基本上躺个1-2个小时，也不一定要睡着了，就闭目养神一下就能缓过点劲儿。然后这个状况持续了快10年，我的天哪！直到去年我才 figure 到，这是因为我的内耗太严重。然后今天外出一趟之后，这种类似的疲惫感又回来了。然后我就反思说，就是之前内耗的原因是，总结来说就是我的内在小孩认为我不够好，产生了这种内耗，所以特别疲惫。那今天外出买游戏机排队排这么久，让我这么疲惫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我就挖垃圾，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一件事儿，就是我小时候比较贪玩了，然后我爸是比较放任我玩那种，我妈看得很严。我的童年阴影大部分来自我妈。就是那一次是我爸妈朋友的孩子出去玩，然后拉着我一起，我爸说没事你就玩去吧。我开开心心玩一天，没做作业，没学习，然后回来之后我妈就开始收拾我了。就是我妈很贱，她为了就是她不想眉头上皱眉头会长皱纹，她为了不皱眉头，她就狠狠的瞪我，知道吗？我妈一生气就狠狠瞪我，就是用那种杀人的眼光瞪我，那他妈也是我的童年阴影。我妈就收拾我，我觉得自那以后，对于一切娱乐活动甚至外出，我都会产生很严重的内耗。不能继续用受害者的生活想这件事情，我不能再继续陷入一个受害者的叙事里，我要用我想成为那个人来活我的生活。 OK， 然后我就想起来这件事可能是让我就是外出会产生这么强烈疲惫感的原因。不仅仅是外出，今天还是为了一个游戏机的首发出门排队，就是一整天基本上都在就这样耗在这件事情上了。晚上回家之后也没有什么效率，这件事情可能 trigger 了我的童年阴影，然后让我现在感觉特别的疲惫，缓不过劲儿来。我觉得这可能是我接下来需要去疗愈的一个点。哇，今天本来没想做视频的，但是想说的话还有不少，我说那就录一个吧。结果一录了15分钟，大概就先这样。OK， 谢谢大家 ，See you guys。